欢迎你来到咖啡屋，我是一采姐妹们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一个人穿什么，别人也许还得多看几眼才注意，但你背什么包，却能一眼暴露你的审美与生活状态。有的女人衣服再贵，包却一看就是拼气场，反而把自己背成了俗气。而有的女人全身素色，一个简洁的包就能让人觉得她过得很安静，也很有分寸。到了中年，我们的气质早就不靠年轻撑，靠的是干净、克制与分寸感。所以包这件事绝不是背着流行的问题，而是你能不能撑得起它。今天这期一采告诉你，有品位的中年女人都在背这5款包。第5款真的太高级了。第1款，极简托特包。我常说，一个真正懂生活的女人，她的包不一定最贵，但一定最干净。而在所有包款里，最能代表这种气质的就是极简托特包。托特包看似平凡，却是最不平凡的选择，因为它需要一种内敛的气度。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让人一眼觉得高级的女人，她们的穿搭都不张扬，颜色也不多。她们身上的那种松弛感，其实是从生活的秩序与节奏感来的。而托特包就是这种气质最好的载体。真正的品味不是拥有更多，而是懂得留白。托特包的魅力在于大但不乱，它像一个随性的容器，能装下日常的忙碌，也能装下女人的从容。我最推荐的是那种挺中带软的皮革托特包，有结构，不死板，有容量，不笨重。选色上以米色、焦糖、驼色、雾灰最耐看，这些颜色能与所有衣服和谐共处。会穿的女人从不让包比自己更潮。我记得有次在巴黎地铁，看到一位60多岁的法国老太太，身穿卡其外套，脚踩布鞋，手里提着一个旧旧的皮托特。她的包边角早已磨旧，但整体干净自然，那种用岁月养出来的质感，让人不敢移开视线。有故事的包不旧，有岁月的女人不老。托特包有一种心理暗示，我有余裕。它不像小包那样精算，也不像名牌包那样炫耀。它的存在是一种淡淡的笃定感。我可以有忙碌，但我依然有秩序。我可以承担很多，但我不会让自己凌乱。中年女人最需要的不是更多选择，而是更稳的选择。而托特包就是一个让你稳下来的包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追求精致，成熟之后，我们开始追求从容。想让托特包更显气质，可以记住这3个小技巧。一是宽松上衣加窄下装，让包的体积显得刚好，有平衡感。2是中性色搭配， M、驼、白、灰是托特包的好朋友。3是减少装饰，包干净，人就干净。很多人问我，一采，我买的托特包会不会太普通？我总回答，当你的生活够有质感，你的包自然就不会普通。女人的高级不在于包多贵，而在于包里装着怎样的生活。第2款，小方包。我认为小方包是最能代表中年女人人生智慧的一款包，因为它不大、不多、不杂，就像一个懂得取舍的女人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总想把全世界都装进包里，结果越背越重，越背越累。到了某个年纪，我们才懂，轻一点其实更高级。小方包的魅力在于它的刚刚好，它逼着你去筛选，去取舍，去断舍离。你会想，今天我真的需要2支口红吗？这本笔记本其实我很久没打开过了。当你开始愿意放下不必要的东西，你的生活也开始变得清爽。能背小包的女人一定是心里不乱的女人。小方包的线条利落，结构分明，非常适合40岁以上的女性。
它能凸显出理性中的柔美。我常说，中年女人的美不是靠饰品、靠颜色去堆砌的，而是靠一种干净的线条感撑起来的。而小方包正是线条美的代表。线条简单的包最能衬出一个女人的逻辑与分寸。要背好小方包，最关键是比例。因为包小，整体视觉的重心会更集中，所以我常建议上衣略宽松加下半身修长，这样包才不会突兀。而颜色方面，黑、酒红、奶咖是最显高级的3大色系。小方包本身就有精致感，搭配太复杂反而会互相抵消。小包的美在于它懂得克制，就像成熟的女人知道哪里该停。我有一位朋友是室内设计师，他50岁，身材纤细，笑起来有皱纹却很好看。他出门永远背着一个小方包，不是名牌，但永远干净有型。有次我问他，你为什么不换包？他笑着说，因为我每天只带手机、钥匙、钱包，其他的东西不带就没负担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他不只是背小包，他是背着一种生活的自由。心理学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越不安的人越爱带很多东西出门，而越自信、越稳定的人越能轻装上路。小方包就是这种自信的象征。你敢只带必要的，代表你对自己有安全感，有掌控感。中年女人的美不再是外放的张扬，而是收敛的力量感。小方包教会我们，越懂得收，越显得贵。肩背时，包应落在腰侧，这样能修饰身材比例。选择雾面皮革或小牛皮，远比亮皮更显温柔高级。商务场合可选黑色或灰棕，休闲场合可选米白或酒红，配毛衣或针织外套最柔。女人到了中年，不需要包去证明自己，相反，一个干净的小包反而能让你更显安静，更显气场。当你背上小方包的那一刻，你已经放下了不必要的负担。懂取舍的女人最有味道，而小方包就是她的语言。第3款，柔软半月包。我特别喜欢半月包，它的弧线像一个女人的肩膀，柔软、包容，却能撑起生活的重量。很多人以为柔软代表妥协，代表没主见，但其实在中年女人身上，柔软是一种更深层的力量。就像半月包一样，它不硬不刻意，却能在每一个转身之间散发出让人安心的气质。半月包的魅力在于它不追求完美的对称，那一抹弧线是自然的，不做作的。它不像方包那样理性，也不像托特那样中性，而是一种女性化的刚柔并济。女人到了中年，若还想靠硬撑去证明自己，那是一种不必要的消耗。真正的强大是能柔软的坚定。我有一位客户，52岁，是个老师。他跟我说，一才老师，我以前不敢背半月包，总觉得那太年轻，太可爱，不适合我。但有一次，我帮他搭了一套奶灰针织上衣加雾粉色半月包。他照镜子的时候愣了一下，他说，这颜色好温柔。那一刻，我看到他眼里久违的光，不是青春的光，而是一种自己被理解的光。当一个女人愿意再次温柔，她就又开始发光了。半月包最适合针织加长裙的搭配，柔中带刚，静中带流动。颜色方面，焦糖、雾粉、奶杏、灰蓝，这些都能让气质变得高级。尤其是秋冬季节，当一身中性色系里出现一抹柔软的色，整个人都会变得亮起来。在刚硬的世界里，一点柔软就是你的高级感。日本有一句话叫温柔即力量，我特别喜欢这句话。半月包的圆就是一种温柔的力量，它没有锐角，
却能安放人心，没有张扬，却自带气场。中年女人最动人的地方，不是变得多有钱，多会打扮，而是她开始懂得让自己舒服。以前我们追求完美，现在我们追求和自己和解。半月包的圆润设计适合这3类女人：一是脸型偏尖或五官明显的女性，圆弧能中和线条，让气质更柔和；二是喜欢中性风但怕太硬的女性，半月包能加一点女人味却不甜腻；三是不想太努力穿搭的女性，半月包一背上就自带不费力时尚感。半月包不是年轻的专利，它是所有愿意柔软的女人都该拥有的包。有弧度的包最适合有故事的女人。温柔不等于软弱，它是最深的力量，也是中年女人最难得的高级感。第4款，高质感皮革肩背包。我常说，一个女人的气场不在声音，而在质感，而那份质感往往藏在她手中那一个皮革包里。皮革是最有时间感的材质，它会老，会变色，会留下痕迹。可也正因为如此，它就像一个女人一样，越用越温润，越旧越有味道。你有没有注意过，那些一看就活得很稳的女人，包永远是皮革的。她们不追亮面，不拼 logo， 甚至那个包边角还有一点磨损，但你就是觉得她过得有底气。因为皮革的旧不是老气，而是被岁月打磨过的光泽。真正的高级不是全新，而是有时间味道的干净。我有一位客户55岁，是企业顾问。他的衣柜里没有太多花样，但他有一个用了10年的深棕皮肩包。他说，这个包陪我从创业到退休，我不舍得换，因为它记录了我的人生。我仔细看那个包，皮面有细微的裂痕，扣环也略有暗光，可那样的质感让人觉得这个女人活得真实又有层次。皮革的纹理就是生活的皱纹，每一道都是故事。皮革包之所以能撑出气场，是因为它有一种低调的力量。它不需要颜色去抢戏，也不靠夸张的设计去博眼球。当你穿上风衣，套上毛呢，踩着平底鞋，一个沉稳的皮革包在手，整个人就会立刻定下来。皮革包的分量不在重量，而在气场。中年女人的皮革包，我最推荐3个颜色：一是深棕色，温润稳重，衬肤色最柔；二是酒红色，带一点女人味，但不俗；三是墨灰色，都市感强，干净利落。皮革的选择不只看颜色，更要看雾度。亮皮太年轻，哑光才高级。皮革包有一种特别的能量，它像是女人内心的铠甲。你走在街上，不需要言语，它就能替你说话。我不争，但我不退。中年女人的高级感其实是来自这种稳住的力量。皮革是气场的延伸，包是自信的形状。你会发现，当你开始选择皮革包而非流行包的那一刻，其实你已经开始脱离被潮流控制的人生。因为皮革包的魅力不在新款，而在它可以陪你走很久，就像一段值得珍惜的关系。成熟不是换了多少包，而是学会留下值得陪你老去的那一个。第5款，结构几何包。我曾听一位建筑师说过一句话：线条干净的人，生活一定有秩序。那一刻我想到的不是建筑，而是那些被结构几何包的女人。几何包是理性与艺术的完美结合，它干净有棱角，却又不冷漠，看似距离感十足，但真正懂的人会发现，那是一种高级的控制力。几何包的魅力在于它不多也不少，每一条线，每一个角，每一个面都恰到好处。它不像托特包那样随性，也不像半月包那样柔软，
她属于那种懂得自己要什么的女人。会背几何包的女人，不急不吵不慌，她知道真正的高级是精准。几何包的线条是稳的，这种稳其实是一种能量，它让人看见你，不是因为外表，而是因为你的存在感干净。中年女人最怕的是过度，穿得太华丽显得用力，太素又显得没精神。而几何包就刚刚好，它让你在克制与存在之间找到最美的平衡点，越高级的气质越安静。有一次，我在大阪一间艺廊遇到一位女士，她穿着纯黑长裙，短发干净利落，手里提着一个结构感极强的灰白几何包。她没有任何首饰，没有妆感，但整个人就像是一件活的艺术品。几何包因为结构明确，最适合搭配极简风穿搭，像是黑加白加灰，干净利落，气场强，驼加奶性，柔中带稳，文雅又轻奢，墨绿加灰蓝，有艺术气息，适合文艺气质型女性。在秋冬季节，几何包与厚实质地，比如毛呢、针织、羊绒特别契合，因为硬中带软的对比最能体现成熟女人的张力。女人的高级感往往藏在对比里。几何包不只是包，它其实是一种生活哲学，懂取舍，知分寸，守界限。就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女人一样，不再想讨好谁，也不再需要多说什么，安静、精准且有力量。高级的女人不靠声音让人注意，而是靠安静让人尊重。如果你想让几何包更有设计感，又不失温度，我建议搭配立领或短版外套，让包的结构更突出。鞋子选线条利落的皮鞋或短靴，整体比例更精准。饰品尽量简约，耳环选细金线或珍珠圆形，与包的几何感形成呼应。你不需要太多颜色，不需要太多装饰，因为当结构对了，整个人就稳了。几何包是女人理性与优雅的交界线，线条越简单，气质越高级。真正的高级不在于装饰，而在于留白里的精准。有人问我，一彩，为什么你总说包能看出一个女人？我总是回答，因为包是最贴近生活的信物，它陪你上班、旅行、赴约，它知道你的节奏、你的习惯、你的秘密，甚至在你无助、焦虑的时候，你也会下意识地抓紧那条肩带。所以啊，包从来不只是包，它是女人与自己对话的方式，也是你温柔坚定的象征。年轻时，我们买包是为了拥有，看到别人背漂亮的，就想要一个一样的，看到杂志上有新款就心动。但到了中年，我们开始懂得，买包不是为了展示，而是为了安定。那一刻的不冲动，才是真正的优雅。有一位观众留言给我说，一彩，我今年60岁，以前我背包都是为了好看，现在我只想找一个让我背起来舒服的包。他说那天他去市场买菜，背着一个轻巧的灰蓝半月包，有人夸他，哎呀，你这包真好看。他回了一句，是啊，它很好用，也刚好像我。这句刚好像我是一个女人对生活最高级的理解。你选的包就是你对生活的回答。包不只是外在的事物，它是一种生活态度。你想要怎么过每一天，就选怎样的包。如果你想要稳，就背皮革包；想要温柔，就背半月包；想要洒脱，就背托特包；想要理性，就背几何包。每一个选择都不是随意，而是你的状态决定了你的美学。女人的包是灵魂的外壳，包的形状就是她的性格形状。在这个时代，大家都太忙了，我们习惯往包里塞满东西，却忘了留一点空间给自己。其实最舒服的状态是包里不挤，
心里也不挤。包干净的女人，心也干净。所以从今天起，试着让你的包减一点重，不只是重量，而是情绪的重量。我特别喜欢一句话，女人到最后背的不只是包，而是她的岁月，她的气质，她的信念。我们一路走来，从年轻的浮躁到中年的沉稳，从追求华丽到追求舒服。包变了，我们也变了。背包的手在变老，但气质在变亮。你不需要昂贵的品牌，也不需要追赶流行，因为当你真正懂得生活，每一个包，每一个细节，都在替你说话。包是女人最安静的告白，不说话，也能让人知道，你过得刚刚好。